制茶师傅的养成啊，我说最少要10年到15年，那聪明的10年笨一点的15年再笨一点学不来对啊。所以制茶的师傅真是取决于天分。为什么我讲说要10年到15年？因为我们要第一个，我们要做茶，不是说单单会做茶就好，要看懂茶。在山上，我们今天在山上看那么多茶，你要采怎样的茶，做出来的味道会最好，着研做到什么程度，它做出来它的茶能够卖多少钱，那都是关键性的。所以基本上第一个要先学习看茶、喝茶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一个会做茶的人，他一定要会看茶，一定会闻茶叶的味道，还有手感各方面都要运用上去。所以那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了，对呀。所以我是觉得是结合天分跟努力才有这样结果。我第一次手做的红茶，当然啦，那我爸爸也教我了，我爷爷也教我了，我朋友也教我做。那综合北埔所有前辈的所有的综合体，我做出来红茶，还有做出来乌龙茶。那时候做完乌龙真的还蛮香的。我刚才那老师傅不知道是鼓励我还是亏我，他说你这个可以卖1万块，我说真的吗？但是到现在那个茶还没卖掉。一方面我也没拿出来卖，第二方面呢，我想说那所做的茶呢也留着。以前他们做东方美人茶，他讲说东方美人茶要有蜜香口味，要有花香口味，还要有其他的香味。其他香味都是它有它本身的，那种苦味啊。那现在人做东方美人哪有这种香味？都在。我是觉得土壤也有关系啦，环境也有关系啦。你看后面的大山，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茶工厂看出去那个山，北埔的山呢跟花东纵谷差不多，都是横向的。那横向的山有个效应怎样呢？夏天的时候很热，那最利于浮尘子生长，那绿叶小船生长。所以夏天我们这边到山上去采茶的时候那个浮尘子飞得满脸都是，真的所以他们就会讲我有时候到山上去看到采茶阿嬷，他们都不跟我讲，我就知道今天有异状原来是茶叶浮尘子特别多。我就问他，你今天为什么不跟我讲话？他说跟你讲话干嘛？我跟你讲话叫我吃虫啊。所以就有这种现象